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来看看，你这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月哥哥流连忘返呢？看来是我想太多了。你这里除了一股群酸味儿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可能他只是一时之间觉得新鲜吧。话说的这么难听，你还是那个有礼貌的顾小姐吗？不过也对，你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嫉妒又无可奈何的人。嫉妒？我嫉妒你什么呀？我嫉妒你见不得人的身份。请你出去。你凭什么让我出去呢？凭什么？凭我是这家的主人，我就有权利让你出去。主人？谁是这儿的主人还两说呢吧？我记得这个房子是月哥哥租给你的吧？不过也对，你就是这么爱反客为主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房子的确是林月买的，不过我有按法律每个月交房租，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的，我有权利让你出去。这么遵纪守法的人，怎么会因为故意伤人而被学校除名呢？跟你没关系。你这么牙尖利嘴的，月哥哥知道吗？你的月哥哥就是喜欢我这么牙尖利嘴的，不像你，当着一面背着一面，就挺虚伪的。喜欢有什么用呢？你的感情对他来说有什么价值呢？他现在出了事，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他吗？你的喜欢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累赘。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也都是因为你才白白断送掉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本来就是月哥哥的，为什么在他出了事故以后就突然不是了？你没有想过原因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知道？你以为他跟你在世外桃源浓情蜜意谈恋爱就不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吗？就是因为他被你的琐事绊住了脚，惹怒了林伯伯，才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。网上我和林月的传闻，你都看到了吧？那是假的，我相信他。真的？假的？有那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我才是唯一能够帮助林月的人，这一点你心知肚明，不是吗？没错，他现在心里只有你，所以一直不肯接受我的帮助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林月把 New Way 建立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他花了多少心血 ？New Way 有多强大，林月在林氏集团的地位就有多高。New Way 一旦垮了，人人都会嘲笑他。他又会从高处跌落到谷底，成为那个人人口中只会靠着父亲的养子。你难道就忍心看着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为了你放弃这一切吗？就算我离开了，林月他会选择你吗？他选不选择我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离开。心儿，别说了。怎么了，哥？又想来插一脚？有什么事情我回家说。回家？你还知道哪个才是你的家吗？别闹了，过几天就回去了。哥，我才是你的亲妹妹。安心爱吃的这家甜品店，我也爱吃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哥，你从来没有想过，
也给我带一份回来。你的心里只有这个外来的妹妹。心儿，你和安心对我来说一样重要。和别人一样的东西，我不要。安心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，哥，你回去吧。明明就很伤心，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也要逞强了？离开他吧，我不忍心你一个人承受这些伤害。为什么你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呢？我不能给你幸福吗？我就是担心你。没事儿的，哥，不用担心。网上的事情都是假的，我也不会相信的。你回去早点休息啊，我也累了，晚安。晚安。就算你不需要我，我也会一直在。我等会儿吃，忙完我来找你，你乖乖的，等我。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做好久了。只学到了我的2成功力。那你就别吃了呗。哎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吃饭的力气都没有。那我喂你。也不是不行。好吧，我喂你啊。张大一点啊！笨蛋！我怀疑你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噎死我，然后继承我的花呗。你要喝吗？这个是你喜欢的味道。待会儿。其实呢，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。最近网上会有很多胡说八道的事情，是关于我跟……我知道。你放心吧，我在论坛混迹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不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啊？这些讨流量、讨狗血的爆炸小新闻，怎么可能骗得过我？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？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不会委屈，反而是你啊，最近这么累，还不停地加班，所谓劳逸结合，干活不累。你想不想翘个班，我们出去放松一下？去哪儿啊？去了就知道。
你刚才下面说你不恐高的。对啊，我不恐高。啊，那你要是不恐高的话就好，坐20分钟摩天轮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撞到头了，痛不痛？你要怕的话，你拉着我。你看着我的眼睛。有安心点吗？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可怎么办呀？艾丽远，我听别人说，这个摩天轮到最高顶的时候，许愿望就会一定成功，你许愿吧。那都是骗小孩的。笨蛋，你这个时候呢，就应该听女朋友的。那好吧。上去吧。待会儿有人看呢。那整栋楼都是我的，他们敢说什么呀？幼稚鬼！那我走了。走了啊。林远，怎么了？舍不得我啊？忘记个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你把支付宝账号发给我呗。你一直欠着我不好吗？你就发给我，我一点一点还。好，是我的手机号码。那我走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今天有一点想你。我怎么感觉你怪怪的？哪有怪怪的？人家韩剧里男女主角上个厕所都要腻歪很久，我只是小意思。那以后呢？这种情节可以多上演几次，嗯？
上去吧。我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可以找我来打工吗？别拦着我，这么没眼力见儿呢，来给我收拾东西。别拦着我磕糖呢！可以啊，包吃包住，但是没有工资。什么时候签合同？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你干嘛带把伞啊？今天有雨。今天有雨？今天怎么可能有雨啊？这么大太阳！你都不看天气预报的吗？天气预报经常都不准，我从来都不看。那就当今天是真的。我未雨绸缪，有没有什么奖励？都看着呢。现在好了。走吧。走吧。又有人来送温暖了，快看是什么？哎呀，你不要那么八卦了，快来帮我算个账。一个球。今天天气晴，平均气温22度，夜间气温18度，请添加衣物以防感冒。居然还是个智能球。以后他就叫小六了，你叫小八，他叫小六，绝了！我的官配是你才对啊！你竟然知道官配，背着我学习了吗？我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。可拉倒吧，你是忘记了自己曾经烧掉了我的微波炉吧？一点都不接地气。接地气？你等着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午餐时间到。按时吃午餐才能身体棒棒哦。你怎么跟林月一样絮絮叨叨的？我不去吃午饭又怎么样？你能看得见我啊？不按时吃饭会引起胃溃疡、胃炎、消化不良，还会降低大脑功能，影响大脑发育，甚至行，智力下降。我去了，别说了。吃饭。我装水都没有人来帮帮我的吗？林总，好了。
资料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能要的还是就是，那这样搞，我们的老本行今后都没有前途，就是血呀！是，所以我们现在这根本就没有任何代币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吵了，听我说一句吧。整个事情的经过，我们现在都清楚了。各位股东们，请各抒己见吧。董事长，我们当时跟凌方总可是白纸黑字签署了条约的。他说为了发展凌氏的物流业才弄的那个什么公司，现在不仅承诺我们的回报没有兑现，还把我们的老本全都亏进去了。都是一家人，我们也不想上法庭。董事长，还请您替我们主持大局。那你们希望他怎么做啊？我们只想要回我们原来的那一部分。既然没有钱，那就把方宇建设的股票变现赔给大家。对，你们就是想弄死我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想撒手不管？就按照大家说的办。各位，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案。方宇建设现在元气大伤，即使股票变现，也弥补不了大家多少损失，最多也就是给各位一点心理安慰。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New Way原有权的5%稀释后，低价给到各位，就当做是我大哥给大家的赔礼道歉。相信大家也知道，New Way马上就要上市了，这5%的利润，在将来可是不可限量的。是的，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现在就是从现在的形势看，也是无可取的。好，倒也是个办法，是个方式，试一试也是。对呀，可以弥补一些。哎，你看，回报非常可观呐。老师啊，这方宇现在就是个空架子。与其和他死磕，倒不如选一条有前景的路呀。这还是要我们出钱买他的股票啊，这看上去也没有多少划算吧。既然这样，那大家就把我大哥的股权拿走吧。看在董事长的面子上，我也不想再纠结了，就这么决定吧。那董事长，我们就先过去了，不耽误你们处理家事。辛苦各位跑一趟了。老大，你以前怎么胡搅蛮缠我不管，但是现在你的做法已经威胁到了集团内部的利益。今天幸亏有老二捞了你一把，不然连我都保不住。爸，我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，错在哪儿啊？我不该狂妄自大，从房地产转到电商，错在没有预估到跨行业存在的风险和困难。我来告诉你，你的错误是什么？你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冒进。你以为你这次是因为缺乏经验吗？不是，你缺乏的是眼界和胸怀。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做到这个集团公司董事长的位置，你怎么让全公司上下所有的员工相信你能带领集团公司往前走？爸，先喝口水，你先消消气儿。大哥也知道错了。这段时间你好好休息，公司的事情你暂时不要管了。爸，我告诉你，这次你真的要感谢你的弟弟，他不但帮了你，也帮林家挽回了不少的损失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怎么，坐不住了？你不服？爸，公司那边还有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你看
看你弟弟是怎么做事儿的，真的应该好好的跟他学学。还有你也是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22岁了，你成年了，天天跟着一个女孩子后面撵什么呀？有点出息行不行？等一下，你这么警惕干嘛呀？他刚帮了我，我能对他怎么样啊？你说，为什么帮我？你刚明明已经赢了，只要我一倒台，林家什么都是你的，可你偏偏这个时候收手。我实在想不明白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。输赢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我没有想过要和你争。所以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谢谢你是吗？你怎么想我不在乎。大哥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让它过去吧，你别想太多。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什么没什么意思？你大哥我呢，刚刚经历了一场过山车，这样也好，突然放松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去哪？老爸不是说让我放假吗？我听他的。你先回公司吧，我出去一下。好。欣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知道你今天在这附近工作，所以约你私奔，有兴趣吗？私奔可不像成年人会干的事儿。我只是开个玩笑。今天呢，主要是向你讨要一直以来你答应我的约会。你想去哪？去春游。我知道郊外有一场非常大的主题音乐节，我猜你肯定喜欢。可是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忙完。没事儿，反正我也知道你大概率会拒绝我。既然要加班的话，那就多吃一点，好好补充能量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谢谢啊。所以我是不是很有觉悟？但是我真的有事儿吗？知道了，你这个大忙人，快去忙吧。拜拜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能送你这个吗？哦。突然想起来，我公司的事情没有这么着急的，我们还是先出去玩吧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快上车吧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可以喝一口吗？给。什么呀，这么甜，不好喝。我们走吧。还想吓唬你一下，怎么了？偷窥我干嘛？上车吧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庆祝你们点击量破10万啊！
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。你都连续工作好几周了，给自己放假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我看别的老板都是折磨下属，怎么到你这就自我压榨？我哪有下属可以折磨？这个老板是我，员工是我，清洁工阿姨也是我，什么都是我。我除了折磨我自己，还能折磨谁啊？那你想带我去哪？去露营。你不是说我不接地气吗？露营？嗯，你还挺会知错就改的。那好吧，我回去拿一下画板。我女朋友还真是个工作狂啊！哎呀妈！漫漫长路是不是还少一个超级可爱的美少女做陪？还有我这名美少男也可以勉强作陪。我们不许。安心，我们也要休息休息，为破100万做准备。对，我们就当一起去庆祝庆祝。走呀！我不会打扰你吧？预备！这我在感动欧陆心中的他，压根就听不进去我现在会干。让爱散发让人不说话，嘿嘿，这一刻不再眼朦胧的来吧，那就走好了，你的爱过吧。我就说了吧，非得喝那么2大瓶水说美容，能不这样吗？都快炸了。啊，对了，悠悠，今天我们去露营，真的能看到那种满天银河的星空吗 ？No， 真的。我在网上查了好几遍了，说这里是好多露营爱好者的观测点，肯定能看见。那就可以看见，我就不会失望了。那我可以吃这个吗？你想吃点什么？喝点什么？你渴吗？我想吃这个，但是胖。你说这个啊？小盛，这么巧啊！二哥，嫂子也在。这么巧，你们要去哪？我们去露营啊。你呢？我们啊，我们也刚好在找露营的地方，要不我们一起吧？安心，好巧你也在。啊，好巧。对啊，我们也打算去露营的。这么巧，要不一起吧？好啊。那就一起去吧。我好了。哦好。哎，我小悠悠也太厉害了，第一次搭帐篷就这么成功。哎，你帮我拍张照呗。行，去吧。OK。好了吗？看，可爱吗？赵雷，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自恋的。今天你见到了？啊，别，疼！哎呦，我快绊死我！疼，别闹！你是因为我跟大家说要一起来露营，所以不开心啊？我是觉得我们俩去什么人都不认识的音乐会，还不如跟大家一起来露营来的开心啊。难道不是因为我二哥？安心也在啊，你看，大家都在。我不是生你的气，我只是觉得好不容易能够得到一次跟你单独约会的机会，没想到大家都在。这个不算是我们俩单独的约会。真的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还有下一次？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你看，你头发多吧？
你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没有啊。你是因为我弟跟杏儿来了，所以生气了吗？悠悠跟赵磊不也来了吗？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？生理期来了？安心，这个钉子没钉进去。你钉呗。再说了，缺一根钉子又不会怎么样。这么牢固，怎么了？不信我给你躺一个，我给你睡。哎呦，给你试试啊，一点都不会。不结实。非常的结实。出来。很结实。来。那你这么想玩，我们一起试试吧。我才不要跟你试。都说了吧，不结实不安全。那总比你安全。哎呀妈！哎呀！啊！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他没事。没事就好，以后小心一点。他长这么大个子，又不是纸糊的，当然没事了，对吧，林月？是我没事。他没事。我哥车怎么在这儿？睡着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安心，那个就是你说颜值很能打的那个男的。那个男的，像你这种男的可以称之为那个男的，像安生这样的男人，怎么可以这样称呼呢？也没有很帅嘛，胡子拉碴的，我没我精致。哎，开玩笑，说着玩的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一个单身男子在我女友家楼下守着，怎么跟我没关系？而且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来看看我房子怎么了？哥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啊，我哥是来接我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家里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就让我哥哥来接我了。你们玩得开心，下次再约。先走了。走吧。哥，你真的在安心楼下等了他一晚上？没有啊。没有的话，你这么爱干净的人，怎么会连胡子都不刮？啊，剃须刀丢了。怎么了？你还真是不会撒谎，怎么这么傻？为了安心，守一晚上。哥现在不想聊这个，哥，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时候了，安心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不需要你每天守着他了。你不觉得你对他的好都已经有点过分了吗？都不像是哥哥对妹妹，而是……怎么不像哥哥对妹妹了？哥对你不好吗？差远了。
回去赶紧把胡子刮了吧，别让妈看见了。知道。作为新人，您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，是您之前有预料到的吗？完全没有。其实我就是带着一份单纯的对漫画的喜欢，然后把我心里想的另外一个世界画出来，给我的读者们分享。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和喜欢，其实我自己还挺受宠若惊的。那您现在被称作国漫界的未来，读者对您的期待比之前要多很多，会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？现在的确是比之前一个人在画室创作的时候要少去很多自由，压力也会有，不过更多的是不想辜负这些喜欢我的人，尽可能的去把压力变成动力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合作，谢谢。那我就期待一不小心捡到王爷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我会一直追更的。辛苦了，加油。慢走啊。哎。那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这好不容易回来，多住几天呢？你看你都瘦了。哪儿的话呀，我还胖了3斤。胡说！你身上哪儿瘦一斤胖一斤啊？我看得一清二楚的。不行不行，你这个找女朋友的事情啊，必须提上日程。对，从来没有见过哥把女朋友带回家里。妈，您就别操心这个事儿了。什么不操心呢？哎，你看你妹妹跟那个林胜挺好的吧？没有，妈，我跟林胜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把他当弟弟看。狡辩还狡辩？什么弟弟呀？他眼睛都快长到你身上去了，还不承认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安心，跟林月也挺不错的，就你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哎，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发展一下？我跟你爸爸当年就是从朋友到夫妻的。妈，我现在对女孩子真的没兴趣。对女孩子不感兴趣？你不会是？不是，想什么呢？那你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啊？除了安心，我没见你跟别的女孩子走近过啊。你总不能跟她谈恋爱吧？哎呀妈，哥才刚从国外回来，还要适应国内的生活，而且这国内外女生的行事风格还不一样。我知道您着急抱孙子，但也给他一些时间吧。杏儿说的对。反正我不管。你哥哥谈女朋友的事情呢，不能这么拖着了啊！我还盼着早日做奶奶呢。上次跟我一起做指甲那个陈阿姨，她女儿跟你一样的，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，长得可漂亮了。哎，我手机上有她照片，要不要看看？真不用了，妈，您现在就别再催这个，行吗？反正我不管，得抽时间去看看。喂，悠悠啊，给你安排了一次相亲，这次你一定得去啊！啊，我不想去啊！不去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。妈，嘘。自从我妈以为我和小八分手以后，我电话都要被打爆了。安心，要不你再帮我个忙呗？啊？坐在那里，穿灰衣服，那个就是。悠悠，其实我看这背影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你要不要先试试看啊？看背影能看出来什么？再说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实行父母包办婚姻呢？我跟你说，绝对不可以屈服。你现在还不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要不然也不会来找我们帮忙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一会儿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。我一走过去，坐下来，一拿起水杯，你们就上。OK， 你放心吧，悠悠，我们一定让他觉得今天感到刺激。老弟来了。悠悠，是你呀？你就是陈阿姨的女儿。
我妈说的千金才俊就是你呀！我悠悠的春天要来了，我爱相亲。还好今天是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既然咱们来都来了，就把相亲流程走一下呗。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？也就是拍照、旅游、做饭。我也喜欢拍照。我跟你说，我平时给我们家麦麦拍的那些景色照什么的，去。许悠悠，你不是说你现在出差吗？背着我来跟这个野男人约会，拿我当什么绿毛龟吗？这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好，哎，到了。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现在我就交代。先生，你把这勺先放下来，咱好好说话。先生，谁是先生？你先坐下，等会儿再给你算账。许悠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安心，哥。你听不懂暗号的吗？不是，暗号不就是你一举杯，我们就冲过来吗？我后面都重新暗示了那么多次，不是。再说你们不是才见过吗？哎呀，我以为你是在鼓励我的演技，赞赏我。况且这安生长得跟以前也不太一样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样也好。我之前一直愁着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，是悠悠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既然我们两个都不想相亲，各自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好了。只是煮熟的鸭子送到嘴边啊，可不能给飞了。姐妹，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哎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觉得你跟悠悠真是很有缘啊，这种事儿都能凑到一块儿，是吧？确实很巧。哥，这悠悠怎么说也是个优质女嘉宾，对吧？要不然，这种事你别跟着瞎嚷啊！一定是害羞了，你委婉点，迂回战术。收到 ，over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你们都是被家里逼婚，这事要是黄了，回家肯定也逃不过父母的魔掌，是吧，悠悠？我想了一下，要不然你们可以合作一下，彻底实现这个婚姻自由化。怎么合作啊？假装情侣。这样对悠悠不好吧？特别好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你帮忙的话，我就不用饱受我爸妈折磨了。那你觉得呢？特别好。好。原来是你。喂，是妈，我跟悠悠一起。见到悠悠那一刻起，我就感觉到爱情来了。哎，是你放心吧，妈。好，我回去跟你说。那我先挂了。完美，这个我也赶紧发一个经我妈可见的朋友圈。你要配那种父母最喜欢的文案，就比如说有一些这样的表情，微笑之类的。玫瑰花，可以。
哎，快点儿！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跟赵磊还有事情要聊，要不然你就先帮忙送悠悠回家吧。什么事儿啊？不是有方案要聊吗？啊，对，方案。哎，你们先走。南希，你又瘦了，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？我有好好吃饭。我这种外卖女孩怎么可能吃饭难得到我呢？赶紧去吧，赶紧去吧。光吃外卖怎么行呢？哥，你就不要再碎碎念了，操心你自己的人生大事吧。快去，快去。你就这么想撮合我跟悠悠吗？就这么想撮合。每个月黑风高夜的时候，我都会想，我这么完美的哥哥，居然还是孤家寡人一个的时候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。快去，快去！哎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拜拜！加油啊！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哎，那不是西北翁长安吗？哦，真的是，见到火的了，我的妈呀！西北翁长安，我可以要给你的签名吗？我超喜欢你的漫画的。还有我也是。好啊。长安姐姐，可不可以加更啊？完全不会追啊。就是啊，最后一定不要烂尾啊！我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烂尾？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你怕是在看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看什么？哎呦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我懂的。你又懂什么了？没有必要说的这么清楚了吧？我不需要那个。是吗？知道。我的能力你是清楚的吧？看来是太久你应该忘了吧？需不需要温习？大白天的，别说这么羞耻的话。所以说，大白天的不要乱开车，哦，对了，把你的支付宝账号发给我。干嘛？我不是还欠你82000块钱吗？我可以还你了，因为现在怎么说呢，我也算是一个小暴发户，所以欠你的钱呢，我也是还得上的。欠钱的事情又不着急，反正你也不会跑。那怎么行啊？我得早点实现我这个农奴大翻身。你现在哪里还是农奴啊？也不能总欠人的钱不还啊。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能欠我一辈子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来约会。约会？来这么硬核的地方，不太适合我吧？走吧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里是我最初创建 New Way 的地方。当时大家都不看好 New Way，为了提高效率、研发技术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眠不休地扎根在这里。但是我当时还是失败了。失败了？因为我当时高估了市场的需求，所以制造的所有产品都卖不出去，这批亏损只能公司自己来承担。但还是成功了呀，要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 New Way？ 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初我就一帆风顺的话，我肯定会因为自己的天赋异禀而沾沾自喜，就不会有New Way的今天。每一次失败，都孕育着成功的种子。你所走的每一步都没有对与错，只要从心出发，那所有的挫折，到日后都是你的财富。
不会放弃的。林总，记住不出事了。林总，这次我们吸取了以往的教训，对人脸识别系统进行了多重加密。既然觉得自己没有错，就声音大一点，堂堂正正的。是林总，网上报道的那种漏洞是不存在的。我们早就按照您的吩咐，多重加密了人脸识别系统。这是我们做的详细的质检报告。您看是否要在网上公布我们的质检结果？不然这样下去的话，恐怕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周年庆活动预热有影响。马上发布澄清说明，其他公关手段也同步进行，去跟物业调解，调取现场监控。是。菜鸟驿站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？没有。看来这件事情跟顾氏集团脱不了干系了。马上切断所有跟顾氏集团的信息接口。是。林总，美国那边出事了。说。我们之前为周年庆预热的几大品牌，之前已经签好了意向合同，但是刚刚临时反悔，说不愿意入驻New Way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是没有漏洞的，怎么冒出来？还有，顾氏集团那边现在突然决定要举办一个网站盛典，据说已经跟美国那边取得了接洽。还没等我们着手调查，这老狐狸自己露出尾巴。你好。你好，给我一份奶油泡芙。好的。因为是怎么回事？马上发通告否认。老板，董事长说这件事不准我们回应。好，知道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暂时先听董事长的安排。是。好球！老二那摊事儿怎么样了？老二这次在顾元朝手上栽的跟头，恐怕是快让他爬不起来了。老二是你叫的吗？林总，这02少爷倒台，不正是您想看到的吗？咱们现在坐享渔翁之利，就等着他俩狗咬狗得了。你转过去。啊？转过去。哦。后面有东西吗？你骂谁是狗呢？他是狗，我是什么？他是狗，我是什么？李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不是，你还解释？你听我说，他是狗，我是什么？
谢谢哥。要不然我们报警吧？算了吧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你知道是谁做的吗？应该是疯狂的粉丝吧。我最近停更太久了，他们应该是用这种恶作剧的方式来催更。要不还是搬回来住吧，一个人住也太不安全了。放心吧，哥，真的没事儿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我给你打电话打了那么多个，你都不接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在闭关，就把声音什么都给关掉了。闭关？就是找灵感。看上去那么憔悴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你呀，是不是没有按时吃饭？现在吃也不晚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一块儿点外卖。好了，我再还点什么外卖，给你做饭去。你想吃什么？都行。好。哥，你以为这是怎么了？被商业对手打击是常有的事情，不用多想。今天的事情你一定不要告诉李月，我不想再给他添麻烦。你怎么会是麻烦？来了，刚好最后一个菜。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么多年了都是我给你做饭，今天你亲自下厨请我吃饭。我这不是让你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天才厨师吗？绝了！这是什么？废纸而已。我就说嘛，我妹还是我妹，并不是突然变成了什么田螺姑娘。哎，我这是下血本了，给你准备这么多菜，想让你好好补补身体的。你吃这个，这是我炒的。这个太好吃了，你就炒这么一小盘儿，你不抠死你！别跟我抢了，你吃猪蹄。好呀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哥哥说呀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要说的？姉さん、我々たちの条件は会社一応しばらく考えてくださ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林总，日本这次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。您如果按照他们说的来的话，我们将会血本无归，毫无利益可言。趁火打劫，不趁现在更待何时啊？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还没有想好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您说这种话。安心常说，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办法，就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把这些念头都清空掉，也许会有新的惊喜出现。我下去走走。好，那我在公司等您，您随时安排。
你好。你好。要一杯热美式。热美式是吧？稍等。哎，小伙子，现在社区来做活动，给你女朋友带一套吧。不用了。哎呀，真的很好用的。你看我现在脸上皮肤之所以这么好，都是用了圣菊兰的水乳。你用300块钱就可以买到2000块钱产品的效果，真的很划算的。欢迎下次光临。等等，别动！哎，拿我东西干什么？你都用完了，你不扔掉吗？用完了。你没看到里面还有这么多啊？这指甲盖这么点，也值得你这么操心啊？我说你啊，是真不知道柴米贵。这个又好用，而且是巨难买，当然要省着用啦。这么一点也能用好久。这什么牌子啊？我都没见过。PK2 你知道吧？啊，那上面不是写着 KAI 吗？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小牌子，叫 KAI。它呢，就是能够做 PK2 的平价替代品。这都是商家的宣传手段，难不成你真的相信300块钱能够买到3000块钱的质量？我当然相信了，这是我自己做攻略海淘上来的，这是平价中的战斗机。海淘？唉，像我们这种秃头的贫困女孩，我怎么可能买得起 PK2 啊？那就只能去找一些能够代替 PK2 的一些平价的化妆品吧。反正都差不多。马上联系商推部召开会议。林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汇总了近些年抢占大盘诸多市场的平价替代品。刘总好，开始吧。我需要在1个小时之内和所有品牌商达成合作，宣传部门要做好随时更新物料的准备。明白。好，连线吧。 Hello, Mr. Lin. It's my pleasure to cooperate with New Way. 顾董事长，您这次举办的购物狂欢庆是不是专门针对 New Way 的呢？这次狂欢庆我们筹备很久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。我们顾氏集团把未来的发展重心放在了电商领域，而 New Way 是电商圈的后起之秀，所以两家的活动内容有相似之处，完全正常，根本不存在针对说。可是传闻说，您网站上上线的品牌都是之前跟 New Way 谈好合作的商家，只是半路被您截胡过来的。对此，您又作何回答？你自己不也说了吗？都是传言。众所周知，我们顾氏集团无论是在市场的影响力还是综合实力上，都是 New Way 所无法比拟的。这一点，明眼人心里都有数。而且品牌商在选择合作平台的时候，难免会有多方接洽的情况发生，然后则两目而齐，这是市场规律使然，怎么能算是截胡呢？以后这家记者别让他进来。是的，爸爸。顾董事长，您对 New Way 的丢包事件怎么看呢？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实际的证据能够证明 New Way 技术出了问题，请各位记者还是秉承着理智的状态去报道。别说了，这种情况你还替他打圆场？当然了，年轻人嘛，因为急功近利，犯一些低级错误，也在所难免。这一点，我们不好多做评价。可是现在网上有人指控说丢包事件是顾氏集团的恶意炒作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一派胡言！我顾元朝驰骋商场几10年，向来光明磊落，我会做那种事吗New Way已经爆出了视频，据说这次的事件是您顾氏集团的成员所为。快走，New Way接受采访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还是没处理干净。董事长，这绝不可能。爸，
谢董事长，我们被接在那小子手里了，接下来就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泥巴。怎么了？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去给我倒杯水。这就是我要和您谈的生意。补剂加物流仓，这是一个可以改变行业的事业，更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时机。投资New Way5个亿，您就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享有对凌霄的使用权。成交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我之所以愿意投资你这个潜力项目，那是因为你是我凌天的儿子。谢谢爸。好好干。拜拜。之前传言与New Way合作的品牌商，现在都去了顾氏集团。您这次官宣的品牌又都是中端品牌，与之前凌氏集团宣传的高奢不符，这是受到了顾氏集团的冲击吗？没有人能够影响New Way的决策。这次的引进完全是基于当前消费趋势所做出的选择，开启下沉市场，也是未来New Way的一大重要战略走向。请问您就今天官博爆料的菜鸟驿站丢包事件的真相，这视频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官博的行为是在您的授权下进行爆料的吗？是谁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网民和买家的信任来搅乱市场？很快就会有答案。既然大家都问到了，那我就顺便宣布一下我们与公安部门的合作计划。为了更好地服务New Way的消费者，New Way旗下的快递柜监控系统将会升级，并与社区监控系统联网，为大家提供安全化的、免费的社区监控。您之所以选择今天公布视频一指顾氏集团，是为了要打压对方的狂欢庆活动吗？没错，你很懂，但提不上什么打压。我只是想还各位一个真相。那么New Way接下来还会和顾氏集团合作吗？您手头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爆料吗？请您回答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请您回答一下，手头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爆料吗？New Way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是什么？请您真的回答一下。请您回答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。请您回答一下。请您回答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，请回答一下。请回答一下。周年庆的宣传物料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岳哥哥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又不是什么杀伤力武器，你不用每次看到我都躲着我吧？只是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你和我爸爸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该道歉的人不应该是你，你我都知道，驿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技术漏洞。该道歉的人是在背后不怀好意的人。这件事情是我爸爸做错了，能不能放顾氏一马？抱歉，按时间来算的话，现在法院的传票已经到顾董事长手上了。传票，岳哥哥，真的要做到这一步吗？这个应该顾小姐去问顾董事长吧。对不起，今天打扰您了。让法务那边随时准备跟进。好。对于顾氏集团恶意重伤New Way，并造成其名誉受损的事情，New Way已经提出了上诉。该公司要求顾氏给予公开道歉以及相关赔款。令人惊讶的是，New Way要求的赔偿金不过是区1元人民币。顾小姐还好吗？事情曝光之后，顾小姐一直在家里。据说顾小姐亲自找过林岳总求情，但林岳总一直没有改变主意。现在估计顾小姐心情不是很好。二哥怎么能这样？哎，林总，您去哪儿啊？现在顾家正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呢。您现在过去，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不要这么多了。
哎，不是你哪媒体的呀？先来后到，知道吗？你后边排队去。好了。啊，不过大哥，这么多人围堵在这干嘛呢？当然是在蹲顾元朝最新道歉声明。这老牌企业跟一个后起新秀道歉，这肯定是一个爆炸性新闻。况且这顾家还有一个网红顾小姐呢，网友们都一直关注她的动态。毕竟啊，她不是跟那个妞卫有点什么嘛，是吧？不是，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做我们这行的得眼观四方，这些小八卦你也得关注，知道吗？啊，行了，你一边玩去吧，要学啊，你找你师傅去。我去，谁呀？看到谁了？心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来接你。来，小心点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都被你看见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。不过小时候你是为了逃课才爬墙，今天怎么了？还穿这么美。我什么时候？心儿姐姐，你小点声，人都要被你喊过来了。今天的事就当没看见，听到没？不然我有你好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我哥他们下课呢。行，那你走吧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这么小的事情你都还记得？对我而言，你哪件事是小事？我就是想找个地方，可以静一静。不过现在这个时候，不是待在家里避嫌会好一点吗？你去不去？不去我走了。我的公主，请。对于顾氏集团恶意重伤妞卫，并造成其名誉受损的事情，没看出来是这样啊！顾氏太过分了吧！真是峰回路转啊！听说顾星儿家里出事了，都公开承认毁坏妞卫的名誉了。我知道啊，他爸真是太狠了，真是坑女儿专业户呢。主要妞卫总裁也是够牛的，居然让人赔1块钱。哎，妞卫的总裁也太绝了吧！这不明摆着羞辱人了。哎，今天晚上 KI 要在妞卫开售了啊 ！KI 在国内也有卖的吗 ？KI 开售了，快下单啊！可是我还没做好攻略呢。哎，快给我看看你的购物车，喏。在看什么呢？都不理我。别烦我，我忙着加购物车呢。哇！太好了！才短短的3分钟，销量就突破1亿了！林总呢？我要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林总早就不在公司了啊！哎，想必他早就知道我们这次能大获全胜了。果然，你老板还是你老板。
林总，怎么了？安心小姐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她家找过了吗？都找过了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林总，你接下来采访了。林总，林总，顾安生，顾安生，你在家吗？快拍快拍！林少爷，你是来炫耀的吗？伯母，我来找顾安生。安生不在，以后也请你不要到我们家来了，顾家不欢迎你。安心呢？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我问你，安心呢？你觉得我还会给你再伤害他的机会吗？你说什么醉话呢？啊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安心是被你逼走的。你逼走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哥哥说呀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要说的？您已订购第7190次前往清河镇。你要走，是因为凌月吗？我跟他的相遇原本就是一场意外。您老实的告诉我，你该不会是什么通缉犯、黑社会、违法乱纪，然后躲在我家怕别人发现你？我再也不赶你走了，你听到了没啊？听到了。我本来想，如果他一直留在我身边，其实也挺开心的。直到那天，他出现在生日宴上，来到我的面前。正式介绍一下，凌月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我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他不会因为流落街头而吃不上饭。不用纠结杀虫剂的性价比，也不是专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坝。如果不是那场意外，我们根本不会有交集。他现在出了事，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他吗？你的喜欢，对他来说，就是一种累赘。仙儿说的话或许是对的，我对于他来说，也许是个负担吧，所以我想暂时离开这里。也许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了。安心。喂，悠悠。喂，安心，你快看看微博吧，上面都说妞卫公司危机，凌月都接到陈吉进医院了，你没有收到消息吗？我知道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哥，凌月她好像不太舒服，去医院了，我要去看看她，我先走了。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，只要他需要你，你就会不顾一切的跑过去，是吗？不是的，哥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需要你？
知道了，对你来说，我一直是哥哥，但哥哥这个身份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勇敢，我也会不知所措，我也会害怕，我也会受伤。可是只要我知道你在我身后，只要我知道你还需要我，我就什么都能做，保护你，对你好，看你笑，对我来说是本能一样的。可我现在只能看着你，因为另外一个人受伤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安心，我可以守护你一辈子的。不要再去找他，我们一起离开这儿，好吗？对不起啊，哥，我现在有点懵。我们都冷静一下吧，我走了。着你走过黑夜的长街。林总，今天的新闻影响大吗？上了一阵热搜，我已经找人撤下来了。不过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。日本人那边怎么样了？安排了明天上午您跟他的会议。回公司准备一下。林总，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回公司。你现在真的决定退出吗？我现在怕他出什么东西，不想拖累这件事。是这样啊，您和顾漫呢，一开始是因为你的存在，所以我们相信你，也要相信你自己。你说要退出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过。给自己放个假，等你回来。哥，最近发生了太多事了。我和你都需要一段时间静静。妈妈的忌日也快到了，我想回去看看。不用来找我了，也不要告诉林月。再见了，哥。要不是因为你，不会离开。林月，怎么了？舍不得我？忘记个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把支付宝账号发给我。你一直欠着我不好吗？
你就发给我，我一点一点还。艾丽啊，我听别人说，这个摩天轮到最高顶的时候许愿望就会一定成功，你许愿吧。那都是骗小孩的。笨蛋，你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应该听你朋友的。那好。希望安心永远健康快乐，无忧无虑。希望他能一直坚持自己热爱的事业。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护他，不被伤害。希望我们携手走过漫长的四季，一辈子都不要分开。人有消息了吗？抱歉，林总，还没有。喝一口吧。人不是还没找到吗？你现在不吃不喝，到时候人找到了，你饿死了病死了，安心不得伤心难过呀？这才对嘛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才能活着等到安心回来。
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儿？明明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对吧？你是圆圆，你是圆圆，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谁的？你怎么藏得这么深啊？你说呢？你画漫画啊？无聊的时候随便画画。我今儿送快递的，你随便坐，我给你收拾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是故意要和你接近的吧？你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，你就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始的确有所怀疑，但是我的疑心早就被你的天真给打消掉了。所以，腿伤也是假的，失忆也是假的。腿伤是真的。失忆是假的。你要生气的话就打我吧。本来是很生气的，也是很想打你的。不过，我就这么一点点生气的小火苗，已经被层层震惊给扑灭了。你要是去当演员的话，你一定可以拿奥斯卡的。那如果一开始什么都告诉你，那不是会被当成疯子给赶出家门啊？会赶出家门，而且还会得到一顿胖揍。你想怎么教训我都行，只要你让我留在你身边就好。即使我总是在你成功的道路上让你裹足不前，你也不会离开我吗？上次5%的事情也是，这次顾氏集团的事情也是，我才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不是我的问题，你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我一个人在漆黑又寒冷的路上一直走，幸好有你为我点了一根火柴，这远比任何东西都珍贵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我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了？以后我就是你的火柴。你之前说做牛，还做吗？做什么都可以。有了，那就让我再占你一次便宜吧。
上面有好多名字啊。怎么了？咱们换条路走吧。为什么要换条路走啊？这条路离市场最近啊，走吧。多走路对身体好。什么对身体好啊？阿信，你先跑吧。往哪跑？啊？好可爱！好可爱！要不要摸一下？不用。摸下头，贼。它不会咬你，那很小一只。拿。别！还摸一下。别！握个手。不用。害怕是吧？摸一下。别！你说一只大狗你怕就算了，这么小的狗你都怕？那不叫害怕，那叫谨慎。宠物身上会携带很多种病菌，会引起过敏的。是啊，你对什么都容易过敏。我对你不过敏不就好了？太阳真好，睡会儿吧。说来也奇怪，这里也不大，我们竟然一次都没有遇到过。最终能遇到就好，我会把我们错过的时间都补回来。那得把生活过得慢一点，不然时间怎么够呢？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。原来站在十字路口的不是他，而是犹豫不决的我。穿过这路口的等待，美丽的意外，一不小心见到的是爱。水果切好了。这么多啊？快吃吧。你家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啊？哦，你不要拍我。你这画的是什么？给你看，画完了给你看。小新，妈妈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他是你爸爸。这没什么可看的。下楼吃饭。爸爸。怎么了，安心？你想起什么了吗？我好像想起，我妈妈把录像带放在哪里了。
该是录像带常年受潮损坏了。你别急，阿姨肯定留了别的东西。安心。安心来了，快进来坐吧。有什么想吃的，我让阿姨去做。不用了，红姨。我今天来，主要是想问董事长一些事情。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？叫爸爸。那不愿意叫就随他便吧。我又不缺了这么一个女儿。元朝。所以当年把我丢给别人寄养的人是你？没错。要不是因为你妈妈过世，我念及往日旧情，根本就不会把你接回。你凭什么怀疑他？你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凭据。你那个温柔善良的妈妈没跟你说过吧？你一生下来我就做了亲子鉴定，那根本就不是我顾元朝的女儿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是在哪家医院出生的？玛利亚第一医院。这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了。安心。我想说，当年你把我从我妈身边夺走的时候，我妈就已经疯了。是你亲手把她推下了阳台，你是她死亡的刽子手。你给我出去，滚出去！怎么了？别气了。不对啊，师傅，我不是去玛利亚第一医院吗？这就是啊。这只是一片空地啊。是，以前是玛利亚医院，后来医院倒闭了，现在是商贸城。扫一扫，200。200？
没有开这么久，为什么这么贵啊？小姑娘，你想赖账啊？干嘛呀？你们3个一伙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想坐霸王车，小心我告诉你。走。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？你明知道目的地不存在，还诱导顾客上车，这已经违反了消费法。我随时欢迎你来告我。没事儿的，医院的线索断了。你放心，艾丽会去帮你查的。交给我吧，安心小姐。麻烦你了，艾丽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那台手机一直接不到电话，换一台吧，我给你买了一个新的。你又浪费钱，我那手机挺好的，它只是偶尔有点卡而已，我不用，你退了吧。拿着吧。那我用这个，我看我这个手机能不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你看，有了这个定位系统，只要连了网，我就能随时找到你，你也可以找到我。你这个软件不会有什么摄像的功能吧？就是我洗澡也能看得到的那种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怎么早没有想到？你不要再偷偷跑掉了，不然我真的会考虑把你给绑起来的，就像许悠悠说那样。安心，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情啊？最近到我家住几天吧。让我陪陪你，等你心情好一点了，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，再搬回去行吗？你是把我当成小狗了吗？还要把我拴起来？要不要给你配套绳子啊？